鲤鱼这样说，在地球上，这都什么事儿啊？哪有嫂子怀孕，小姑子还带着孩子住在娘家的？干什么都不利索，晦气！你少说两句可以吗？怎么？甭管沈少爷什么人品，他不嫌弃你妹带个野种，还愿意出50万彩礼。到时候我们还能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。明天我就去找沈少爷订婚期。妈妈，星星不是野种。妈妈知道，星星是妈妈的小公主。好了，睡觉吧。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我给你打120，你坚持住啊！楚先生，你能和我结婚吗？就当偿还当年的救命之恩。爹爹，你看我画的好看吗？好看，快去睡觉吧。爹爹晚安。boss， 金表的 IP 地址找到了，就在云城的老巷街，也就是6年前救你的池恩宁小姐姐。安排直升机，明天去云城。boss， 你是要亲自去找金表？去结婚？军事战斗机要打仗了？不会吧？1个小时了，电话不接，短信不回，不等了，拉黑算了。楚先生，走吧。哎，先生，还没给钱呢。没带现金。我来。谢谢啊。哦，会还你的。不用，我叫你来领证，车费理应我来报销。楚先生，我有一个孩子，你介意吗？介意。你昨天不是说事情解决之后就离婚吗？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纠缠你。我只是最近遇到点麻烦，需要一个已婚身份。婚前财产协议，你看一下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就签字吧。不用看，我直接签。这女人以救命之恩要挟，不就是看上楚家庞大的家业？结婚期间，我会尽到做丈夫的责任；离婚之后，该给你的1分不少。你能跟我领证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当兵不容易，我不会贪财产。先领证。你遇到什么困难吗？啊，没什么，就是想结婚了。夫妻关系需要维持多久？1个月，1个月足够了。1个月？这女人不会以为
1个月就能让我舍不得离婚吧？这里是8000块，密码是卡号的后6位。1个月以后我们还在这儿见。喂，妈。宁宁啊，你真的要搬走吗？你一个女孩子带着欣欣在外面单独住。妈，不是一个人，我结婚了。什么？跟谁啊？你怎么自己就结婚了？妈，你先别急，我现在把她带回去。我跟你回家。谢谢你啊，你放心，等我应付完我妈，我就说你回部队了。好。那个，我们能挽着手吗？这样看上去亲近一些，不会穿帮。走吧。回来了，妈。来坐，走。坐。今年多大了？有车有房吗？工作稳定吗？阿姨，我叫楚离川，今年29岁，车和房都没有。之前在部队，6年前因为受伤退役，现在在部队干一些后勤工作，不太稳定。那婚后你和年年住哪儿啊？妈，我和黎川商量过了，我们先租房子住，等条件好一点再买房。您放心，黎川很爱我，他也会把欣欣当做亲生女儿的。我先去做饭啊。我想休息了，可以去你房间吗？可以，我带你去。床单被罩都是新换的，你先休息，我去帮你倒杯水。虽然我们结婚了，但有一点我要提醒你，你不要对我抱有任何的幻想，也不用献殷勤讨好我。楚先生，我只是感谢你今天帮了我，想对你客气些。没必要。那你自便。这个女人会把表藏在哪儿呢？第一次来家里见家长，礼物也没带，我看她呀根本就不重视你。妈，她只是性格比较刻板，人还是很好的。那你要切记，千万不要告诉她欣欣的身世，若是将来有一天瞒不住，就说是你前男友的，记住没有？好。难道被他带到新租的房子去了？黎川，吃饭了。来了。妈，这是谁？以前怎么没见过？你妹夫和宁宁今天刚领证。黎川，这是你嫂子。什么？恩宁，你结婚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认识很多年了，最近才确定关系。她一个带孩子的女人，凭什么有富二代追？连找的老公也那么帅。哥，你回来了。哦。这是黎川，我老公。来，吃。吃吧。多吃点。
我来吧。哎，小雪，小安，你觉不觉得欣欣跟黎川好像长得哪里有点像啊？你觉不觉得欣欣跟黎川好像长得哪里有点像啊？妈，想什么呢？不可能。阿姨，都收拾好了。还叫阿姨，该叫妈了。妈，哎，来，妈，拿着。改口了就要给改口红包。当初你嫂子万里挑一，一视同仁，按照规矩，你得给我1块钱。他没现金。妈，你可真大方。我都已经给了他8000了。既然结婚了，彩礼给多少？我和黎川是真爱，不需要彩礼。什么？陈宁，你不知道家里拆迁想换大房子正需要钱吗？50万彩礼，1分都不能少。哼，人家沈少爷可是愿意。闭嘴！我家又不是卖女儿。陈宁，没有彩礼，你休想跟他结婚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是孕妇。嫂子，黎川现在的条件确实是拿不出彩礼，可是我爱他，就算是让我养他，我也心甘情愿。陈宁，家里把你养这么大，不是让你上赶着倒贴的。哎呀，好了，只要黎川对宁宁好，我们家不要彩礼。妈，说话。黎川，我妹妹很善良，好好对她。迟安，你个死瘸子，要你有什么用啊？你们坐啊。怀孕的人情绪比较容易激动，他不是针对你。你不该纵容他。5个月我都忍了，马上就要搬出去了，没必要再跟他闹不愉快，而且我哥还得跟他过日子呢。不好意思啊，张总，今天确实是有私事，你放心，明天我一定去新月民宿上工。结婚需要彩礼吗？结婚需要彩礼吗 boss， 基本上都是要的。那我一会儿给你发个卡号，你打5000万。boss， 您和少夫人这就要见丈母娘了。不过您见丈母娘带礼物了吗？不给丈母娘讨好一下，人家是不会放心把女儿嫁给你的。我们只是暂时夫妻。暂时的也是丈母娘嘛。那你买些适合中年妇女的高级礼品送来。我妈还是不太放心我一个人住，下午还得麻烦你陪我去一趟我租的公寓。我去收拾下东西。好。妈，你们俩住一起了？妈，没有，正好趁着黎川在家，让他陪你一起，缺什么都买回来。住7楼还是步梯，你一个女孩子拎不动。顺便把欣欣从幼稚园接回来啊。知道了，妈。抱歉啊，本来没打算让你跟欣欣见面的。等会儿见到欣欣，能稍微笑一笑吗？我不想让欣欣觉得她自己不被喜欢。
我有那么恶毒吗？是我说错了。妈妈，欣欣好想你。池小姐来接欣欣啦。这男人好帅啊！欣欣妈，这个是你弟弟？这个是你弟弟？我老公。啊，那真是恭喜了。妈妈，他就是你选中的老公。是啊，欣欣觉得怎么样？好帅，好高，像童话故事里的王子一样。就是有点怕。欣欣不怕，叔叔很好相处的。池小姐，你可真有魄力啊！带着孩子再婚，只是这孩子不是亲生的，你说别人能对他好吗？欣欣，你好。叔叔好。我老公说了，爱屋及乌，欣欣就是他的亲生女儿。我看你们能好多久。妈妈，我来帮你。妈妈不用小朋友帮忙，妈妈是大力士。麻烦。哇，叔叔也是大力士。当然，叔叔是男人。你今天表现不错。你是指哪里的表现啊？所有。我还有点事儿，你们先上去吧。啊，我提着吧，马上就回来。好，走。boss 和少夫人在一起，像极了一家三口，好温馨啊。不过这才一天没见，boss 都出门买菜了，还是少夫人御夫有术啊。闭嘴。不过 boss， 少夫人就住这种地方，要不要考虑给少夫人换个地儿？不需要，等找到金表之后，我就会离婚。你把这些保养品提上楼，就可以滚了。明白。黎川，这花好多钱吧？要不退了吧？妈要是不喜欢的话，就扔了吧。妈，黎川他不是那个意思。嫂子不是还说让你赶紧回家吗？咱们快做饭吧。啊，对。我妈她挺喜欢的，她就是怕浪费钱。没事儿，朋友送的。看来她身体应该不太好，朋友才会送这么多补品。你妈妈刚走，你就让欣欣洗碗，她还那么小啊。生活技能要从小培养，女孩要富养。那是有钱人家的孩子。欣欣，叔叔来洗。谢谢叔叔。真乖，去看电视吧。去吧。妈妈最近休息不好，就让她睡吧。欣欣，为什么她休息不好？着急找男人结婚啊，找了好久，终于找到叔叔了。找多少人？欣欣不会数数，好多好多，每天都有。可是他们都嫌弃我妈妈有小孩。竟然不是第一时间找我，你你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倒想问你，你想干什么？
不好意思啊，睡着了。欣欣，你先回房间玩。天色不早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我不回去，我没地方住，想在你这暂住2天，我可以睡沙发。我们只是挂名夫妻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不合适。利用完我，就想把我一脚踢开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你不会以为我想对你做什么吧？放心，我对你没感觉。你睡我房间，我跟欣欣睡。被子我睡习惯了，我去拿一下。好。你到底找了多少男人结婚？找了几个。为什么最后选择了我？因为只有你答应了。你嗓子不舒服吗？你快出去吧，我要休息了。这里也没有金表，难道是在欣欣房间？舒宝贝好，我去上班了，今天可能会加班到很晚，你能帮我接下欣欣吗？走。欣欣房间也没有，这女人到底把金表藏在哪儿了？叔叔，欣欣放学了。池欣欣，你就是个坏孩子。你们家长没教过你，不能随便骂人的吗？一个大人还跟小孩计较。再说了，我们也没说错呀，他本来就是没爸的野种。我就是他爸爸，你再敢说一个字试试？算了，不跟这种人一般见识。楚先生，来接欣欣放学啦。欣欣这学期换了新的课表，我们加个微信吧。有什么事情我也好通知你。没必要。这是正常的工作需要，主要是孩子他妈妈比较忙，有时候吧我也联系不上。有任何事情找他解决，他忙我更忙。李超，欣欣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加班吗？不放心，特意请假来的。草莓老师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刚才在要我老公微信啊？正常工作需要。草莓老师真敬业，不过不用了。我老公的微信里只有家人和工作，不加陌生人。而且他这人有洁癖，不喜欢一些乱七八糟的人占内存。草莓老师，我们一家3口就先走了，再见。池欣欣，昨天的作业为什么不交？老师，我交了。还敢顶嘴？去操场上跑10圈，不跑完不准上课。老师，我心脏不好，不能跑。我妈妈跟你说过的。你妈？那个勾引别人老公的狐狸精？跑，不跑完以后都不准上课。快去！别偷懒，池欣欣，跑快点！别偷懒，池欣欣。石欣欣，什么情况？快点120！喂，欣欣妈妈，欣欣在学校晕倒了。什么？欣欣晕倒了？妈，欣欣怎么样？对不起，欣欣妈妈，是草莓老师体罚欣欣跑操场，才导致她晕倒的。
我每个月多交1半的学费，就是因为欣欣心脏不好，不能做剧烈运动。学校所有老师都知道。对不起，如果欣欣出了什么问题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报警，一定要报警，把那个老师抓起来。安宁，李川，都是我害了欣欣。如果我没有得罪草莓老师，欣欣也不会晕倒。欣欣会没事的，都是我的错。对了，我有朋友认识心脏方面的专家，我去打电话。联系帝都医院那边的心脏专家，派专机接来云城。另外通知下去，严惩草莓老师。妈妈不哭，欣欣没事，欣欣以后不会再生病，让妈妈担心了。妈妈没哭，妈妈是看到欣欣醒了，高兴。叔叔，叔叔答应欣欣会帮助欣欣尽快好起来，然后带欣欣去游乐场玩。欣欣不要去游乐场，欣欣想和叔叔天天在一起，可以吗？叔叔，是欣欣不够乖吗？欣欣很乖，叔叔很喜欢欣欣。那叔叔，欣欣能亲你一口吗？可以啊。妈妈，我亲叔叔了，你也亲一口吧，叔叔很香的。你才刚醒，少说话，多休息。妈妈，你就亲一口嘛，你不亲叔叔，叔叔以为妈妈不喜欢他，他又不跟我们一起回家。童言无忌。欣欣啊，叔叔去和医生聊点事情。这池欣欣患的心脏病和楚家女性遗传心脏病怎么相同？和黎川的血型居然也相同。是巧合吗？黎川，那孩子是你的？不是，我倒希望欣欣是我的女儿，但唐爷爷您也知道，我只在6年前碰过安然，她只生下了洋洋。那就是巧合了。虽然楚家女性遗传心脏病很罕见，但世上也不是没有相同的病例。那孩子先天不足，应该是个早产儿，日后要精心调理。等到能做手术的时候，身体体质太差，会增大手术的风险。先天不足，洋洋也是，这么巧合。我不要打针，滚开！你会不会打针？弄疼我孙子了，信不信我去投诉你？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妈妈呢？医生爷爷找妈妈谈话，出去了。没事儿，欣欣不怕。我们欣欣运气真好，刚好赶上帝都心脏科专家过来会诊，欣欣刚好在名单里。欣欣生病，为什么不住单独病房？这么吵，我是怎么休息？楚先生，我就是个普通人，普通人生病住普通病房，有什么不对吗？其实我也想给欣欣更好的物质生活，只是嫌吵就去住单间吧，没那个能力就别嫌吵。欣欣，你在这儿等叔叔回来。
欣欣，没吓到吧？没有，妈妈，欣欣长大了，不怕这些。欣欣真棒。楚小姐您好，楚先生这边更换了单间病房，我来收拾一下。哟，气不过去住单间去了，之前怎么不去啊？装什么大头蒜？这位婆婆，我老公不用装，他就是有能力。你要是妒忌，你也去住单间，少在这里损。我来吧，走，欣欣，起。和一个老太太吵什么？我老公，我说行，别人说不行。这病房得多少钱？刚好有认识的战友，他知道我老婆带孩子来住院，特意帮忙安排的病房。胡说什么？谁是你老婆？你能说我老公，那我为什么不能说我老婆？我才不是。那你是什么？我……是什么？叔叔在欺负妈妈。没大没小。叔叔，草莓老师是坏人吗？是。那他会受到惩罚吗？放心吧，欣欣，叔叔啊，已经给园长打过电话了，他被开除了，他以后再也不能当老师去害别的小朋友了。太好了，欣欣不喜欢他。你什么时候打的电话？刚才。谢谢啊。应该的。喂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这边处理完马上就过来。好，你去忙吧，这里交给我。等欣欣做完检查，我带她回家休息。妈妈，你就放心工作吧，欣欣会很乖的。乖，那欣欣就麻烦你了。叔叔，我想妈妈了。那叔叔带欣欣去妈妈工作的地方看看，好不好？走。走喽。爬这么高工作还这么危险，他不害怕吗？妈妈一天要在上面工作好久好久。安排一个适合女孩子强会的工作，要求在室内环境干净，安全系数高，不累，钱多。好的 ，boss。欣欣，我们在这儿，妈妈工作会分心的。你不是说妈妈喜欢吃海鲜吗？我们去餐厅打包回家，等妈妈回来一起吃。好耶！走吧。妈妈，妈妈，我好想你。妈妈也想欣欣。来，妈妈快来，叔叔给你打包了好多好的海鲜。哇，这么多，都不便宜吧？先去洗手吃饭，今天这顿庆祝欣欣出院。行。
行不行啊？这2天一直是他在照顾欣欣，刚好妈那天忘记把补品带走，给他炖点吧。这鹿茸是鹿的哪个部位啊？哎，不管，肯定都很补。陈安宁，你居然敢不接我电话！沈少爷很生气，你赶紧把他从黑名单拉出来。沈少爷说了，会帮我们家拆迁时再多要1套房。沈少爷是谁啊？他很坏，欣欣和妈妈都不喜欢他。你这几天照顾欣欣辛苦了，特意给你炖了汤，趁热喝。不喝。叔叔不乖，不喝药，欣欣吃药就不怕。叔叔和欣欣都很棒。好了，欣欣，吃了药，咱们回去洗澡睡觉吧。好，来。怎么这么热？算了，冲冷水澡更快。你怎么不把衣服穿好呀？你晚上到底给我喝的是什么？就鹿茸礼盒里的补品啊。你故意的，你以为和我睡了就能成功上位？我劝你最好收起你这点小心思，我绝对不会喜欢上一个新妓女。我劝你最好收起你这点小心思，我绝对不可能爱上一个新妓女。楚先生，我一直对你客气有礼，也请你对我方尊重些，不要随便污蔑我。难怪当年给你卡你不要，原来是拿了不该拿的东西。你在胡说什么啊？我拿你什么了？不敢说是吧？混蛋！你快捂吧。我给你炖补品，只是想帮你补身体。我当年救你，也没从你身上拿走任何东西。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报警，让警方来调查。boss， 金表的 IP 地址找到了，就在云城的老巷街，也就是5年前救你的池恩宁小姐家。我总会找到的。来，欣欣，吃早饭。欣欣，今天跟妈妈去上班好不好？欣欣这2天需要静养观察。妈妈、叔叔，你们是不是吵架了？别吵了好吗？小朋友吵架，只要牵牵手就能和好。
欣欣，其实我们已经和好了，是不是黎川？是啊。那太好啦，妈妈，我和叔叔在家里等你下班，今天工作也要努力哦。好，欣欣真乖。8点半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欣欣，叔叔下楼去看看妈妈怎么还没回家，你在家乖乖等我们。叔叔去吧。真乖。哎，安宁，我又回国庆来找你，够表明我的心意了吧？你放开我，我已经结婚了，别再来打扰我的生活。我不在乎，结了婚可以再离呀，是不是我彩礼给的不够？我可以再加10万。沈一鸣，我再说一遍，别再来纠缠我了，我老公看到会生气。我不放，你是我的。放手！你想对我老婆做什么？你想对我老婆做什么？放给我！滚！再不滚，就不是掰手腕这么简单了。哼！听说你就是个穷当兵的，怕不是还要靠女人养着？真把自己当个东西了？信不信我让你在云城混不下去？你可以试试。哼，等着瞧吧，我一定会让你跪在我面前求我的。哼！你怎么下来了？没事儿，不疼。别动。还好没伤到筋骨，我回去给你上点药，很快就能好的。谢谢你啊，刚才我现在是你丈夫，就会对你和欣欣负责，都可以第一时间来找我。外面风大，我们回去吧。马上满1个月了，很快就要离婚，他只是新丈夫的责任而已。回去吧。那天买海鲜送的红酒，尝尝。不会喝就别喝，女孩子要懂得保护自己，不能在男人面前把自己喝醉。你又不会对我做什么。红酒后劲大。你现在花的应该是你的退役金吧？你算一算，池欣欣这几天买玩具还有其他一切开销花了多少钱，我转给你。你是要跟我道别吗？等你确定你要找的东西不在我这儿，你总会离开的。看来你是料定我找不到了。亲者自亲，而且欣欣是我女儿，不能花你的钱，我们之间还是算清楚些比较好。我们现在是夫妻，我给我自己老婆花钱，不用算那么清。楚先生，你对欣欣的好，我会记在心里，所以即使你怀疑我偷窃，我也没法怪你。欣欣很喜欢你，但你总要离开，对他来说，不给他希望反而是好事。你们之间还是保持距离吧。楚先生，祝你早日找到你自己的东西，也祝你身体健康，幸福美满。刚刚楼下那个人是欣欣的亲生父亲吗？
不是，不早了，我先睡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林芳，去查一下池恩宁和沈家少爷是什么关系。好的。对了 ，boss， 明天有个重要会议，我们得回帝都。知道了。调查的怎么样了？6年前，少夫人在帝都大学读书，在宿舍会所兼职时与沈一鸣相识。后来少夫人未婚先孕被举报，最后被学校开除。当时大家都说少夫人肚子里怀的孩子是沈一鸣的。不过还真巧，6年前 boss 也经常去宿舍。啊，我是说，6年前 boss 在云城服役，少夫人的家也在云城。您看多有缘。叔叔怎么还没回来？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就是欣欣看你这么晚还不回来，担心你出事。今天有事儿，回帝都了。你安全就好。那晚安。爹地快点过来！爹地快点来！爹地，楚离川不是未婚吗？叔叔以后还会回来吗？欣欣，没有人会一直陪着我们，我们都要习惯分别和说再见。好啦，赶紧睡觉吧，明天还上幼儿园呢。喂，哎，是池小姐吗？我是连锁西餐厅的，经理想约您明天来谈谈西餐厅的艺术墙制作。啊，好。池小姐，我们全国有800多家连锁店，若池小姐您做得好，我们所有餐厅艺术墙将都由池小姐来做。您看愿意跟我们合作吗？我愿意。餐厅需要几天的时间来清退人员，做准备工作。准备好之后通知池小姐您过来。啊，好的。怎么了？听说你搬出来了，我要来你家蹭饭。好，我去买菜。爹地，你怎么又出差了？你还答应陪我去迪士尼的。洋洋才跟爸爸说2句话就要走，不礼貌啊。黎川，你都瘦了，在外面多注意身体，有时间多回来看看洋洋。好了，挂了。妈咪，放开我，我要去玩玩具，你抓疼我了。安小姐也真是的，谁不知道小少爷性子冷，每次还找这么蹩脚的借口让你回去。洋洋，妈咪就只有你了，你可一定要帮妈咪让爹地多回家，不然妈咪可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你可是大人，怎么还哭啊？怎么了，安然姐？曼可，你哥最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，电话也打不通，
我怀疑他是在外面有女人了。放心吧，安然姐，我从林芳那儿套了话，哥现在在云城，正好我也要去一趟，我帮你看着他。我到楼下了，你进小区就能看到我。妈妈，叔叔回来了，还接我放学了。你回来了？我还以为……欣欣，干妈来看你啦。小宝贝，想死干妈了。这就是你老公，好帅啊！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？有没有牵手、亲亲、抱抱，睡一起啊？没有，别胡说。赶紧上楼吧。哎呀，你们现在是夫妻，睡一起多正常。我不信你整个守着这么帅的男人不心动啊！我们很快就离婚了。走吧。姐妹，我出钱，咱租个低楼层的吧。这么天天爬楼梯真不是事儿啊。7楼风景好。嘴硬，拿纸擦的人是谁啊？来，欣欣，把书包去了。买套房子，3室1厅，精装修，高档小区，低楼层，电梯房，附近有幼儿园、超市，名字写全了。打脸来得如此之快，之前还说不给少夫人买房呢。我来做饭。还是我来吧，你刚从帝都回来，肯定累了。心疼我啊？才没有。我只是不想再吃你做的黑暗料理了，快出去吧。哇，你老公还会做饭，真是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，绝世好老公。嘴上说你做饭难吃，明明就是因为你眼里有红血丝，想让你休息。不准看我老公，看一眼都不行，这么护着，还说没爱上，骗谁呢？心动了，我也会藏好的。妈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照顾欣欣，我晚上和她一起睡，你呀，晚上和黎川睡一屋啊。妈，这……哎呀，就这么定了，我去照顾她了啊。今天真的要跟他同屋睡吗？你想穿帮吗？我还不困。哦。妈，上次不是说找了份新工作吗？明天还不开工啊？还有几天，明天先去新月民宿那边。那还不快去睡？我睡醒了，看会儿电视，你快去睡。快去！那我去睡了。看你们这回还怎么分房睡？幸好小欣欣给我通风报信。
你还没睡吧？你应该不会对我做什么吧？不会。放心，我对你没心思。你干什么？口渴，去喝点水。你怎么抱着我？你为什么抱着我？是你自己睡觉不老实啊，非要抱着我。不可能！你昨天晚上是故意的吧？故意什么？勾引我。我没有勾。该死！妈妈早上好。欣欣早上好。昨晚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啊？这还用说啊？妈，黎川，妈给你们熬了山药黑米粥，还有炒羊肉、栗子饼。妈，今天早上的早餐搭配怎么有点奇怪啊？哪里奇怪了？这夫妻俩呀，该有的生活就得有，不然啊，感情不稳固。多吃点，好好补补，不要仗着年轻精力好。妈，欣欣还在呢。你们在聊什么？哦，我们在说好好吃饭，身体好。快吃。我吃好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早上的事情我不会放在心上。什么叫你不会放在心上？应该是我不用放在心上好吗？结婚的时候我就说过，不要对我抱有任何念头，我是不可能喜欢上任何女人的。楚先生，你有总裁病吧？全世界的女人难道都要对你有所图吗？难道不是吗？楚离川，2次都是你主动吻的我，你就没有考虑过是你自己的问题吗？我能有什么问题啊？你该不会对我动心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楚先生，现在是我告诉你，请你和我保持距离，不要对我有不该有的念头，也不要对我做出任何的亲密举动。就算前2次都是我，可我们现在是夫妻，亲密举动很正常。还有7天，我们就会划清界限。这7天，我们就当彼此是陌生人吧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宁宁，黎川，你们结婚哥没什么送给你们的。我看黎川出行一直打车，今天去车行提了1辆车，送给你们当新婚礼物。你们吵架了？
啊，我们没有吵架，是不是立川？我们很好。没吵架就好，夫妻之间不能总吵架，影响感情。来，拿着，我去看看欣欣。还给你哥。你收着吧，就当是离婚后我对你的补偿，也是感谢你对欣欣的好。你哥腿脚不好，赚钱不容易，攒这些钱不知道攒了多久。我不需要补偿。没想到你还有善解人意的一面。我会还我哥钱的。那就你自己看。我不会开车，没有证。这年头，还有人不会开车啊？我不喜欢车，而且我也没有钱去养一个烧钱的家伙。你先开着吧，我去上班了。去西餐厅吗？去新月民宿。boss， 这是和少夫人吵架了？boss， 老婆都是要哄的嘛。我知道您觉得少夫人嫁给你是为了钱，可是你俩在一起这么久，少夫人有向您要过任何东西？还有金表，很有可能不在少夫人那里，不然她早就拿出来给欣欣买进口药了。少夫人之前是跟着她哥哥住的，说不定是她哥哥或者她那个恶毒嫂子干的。派人去联系池家那边拆迁的负责人。boss， 这是要借拆迁找金表。他们分到房子之后肯定会搬走，到时候安排人假装搬家工人去搜。明白。喂，你就是池恩宁吧？你就是池恩宁吧？你是？长得确实好看，怪不得一鸣喜欢你。你是沈一鸣朋友？你想说什么？别紧张，我就是替一鸣过来问问，多少钱可以跟他和好？我已经结婚了。结婚了？你老公应该很穷吧？一鸣能给你的，你老公给不了，而且他还爱了你6年。这么长情的男人，你就一点也不动容吗？感情不是靠卖惨和道德绑架换来的。我再说一遍，我老公很好，也很爱我，我也很爱他，我们会一直在一起。请你告诉沈一鸣，请他和他的朋友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。我已经录音了，我会原封不动的放给一鸣听，让他知道你有多无情。无所谓。贫困夫妻百事哀，你们长久不了的。我们会长长久久的在一起。安宁姐，安宁姐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安宁姐，我很感谢你给我这份兼职，但是我不能让你因为我丢了这份工作，我还是走吧。是不是张总对你做什么了？张总他对我动手动脚。都不干活，这闲聊什么呢？都不干活，这闲聊什么呢？张总，欺负可是要坐牢的。哎呀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谁欺负他了？我只是摸了一下，其他事我都没干啊。张总，这可是你亲口承认的。我们现在有证据了，猥亵也是犯罪。石恩宁，你信我呀？你现在立刻跟李想道歉，并且保证从今以后不会再用你的咸猪手去玷污任何一位女学生。陈宁，你别太过分了。你如果不道歉的话，我不敢保证这份录音明天会不会出现在你老婆的手机上。算你狠！他还没道歉呢，
过于撕破脸皮不是好事，更何况我们现在有他的把柄。这女人这么聪明的吗？等一下，快下班了吗？我和欣欣在心愿民宿门口。你们来接我了？好，我马上出来。你先去忙。任宁，你去哪儿？等等我啊！走吧，我们回家。和妈妈、叔叔回家了，回家喽！可恶！要不是我有心脏病，怎么会追不上？明天我还会再来的。哥，你在原厂，请我吃饭，我饿了。抱歉，战友约我聚餐，不能和你们一起吃饭了。好，记得喝酒别开车。知道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妍妍，晚上记得来我家吃饭。好呀，刚好我这里还有一瓶红酒，今晚全喝了。走。你说怎么会有这种女人？有一个超级爱她的有钱男人不要，非要和一个没车没房的穷光蛋在一起。他们可能是真爱吧。哥，那穷鬼也是当兵的，你帮我查查他资料。叫什么名字？男人叫什么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女人叫陈宁。你们聊什么了？也没聊什么，就是问他。算了，我录音了，我放给你听。我再说一遍，我老公很好，也很爱我，我也很爱他，我们会一直在一起。听你们提起沈一鸣，你朋友的孩子是沈一鸣的？他自己说是。那你朋友为什么不愿意和沈一鸣在一起？沈一鸣说他们之间有误会，但我看池恩宁对沈一鸣的态度十分痛恨。别人的事少掺和，和你那位朋友少来往。你也劝劝沈一鸣，人家都结婚了，趁早放手。哥，你不会在云城有女人了吧？要你管。就算你有女人，我也不会告诉安然姐的。安然姐很爱你，希望你早日回头。还有工作，先走了。元芳，我哥不会跟池恩宁认识吧？怎么可能？也是，我哥的身份怎么会认识他？对了，他们的事调查的怎么样？调查说是沈一鸣在宿舍会所给少夫人过18岁生日那天，少夫人喝多了骂了沈一鸣，沈一鸣在人前丢了面儿，就举报少夫人说是什么？是卖的，害得少夫人被带走，还关了半个月。不过还真巧啊，少夫人的生日也是4月29，也就是7天后和 BOSS 离婚的日子。6年前的4月29，也是我被人算计和安然发生关系的日子。怎么这么巧？查清欣欣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？再给沈家一点教训。还有心愿民宿那个张总，我看不惯他，去查。是。
陈安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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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居然喝酒了。回来了，睡觉吧。又想吻我，不可以，我才不背锅，你总是冤枉我。我什么时候冤枉你了？明明2次都是你吻的我，你却说我勾引你，我才没有勾引你。明明就是你勾引我，现在也是。我没有。你今天喝了多少酒？就一点点。和妍妍聊天开心嘛，我警告你，你不许碰我，我们只是挂名夫妻，我也不是随便的人。而且你，楚先生，你长得真好看，比女人还好看，只可惜，不然你朋友也不会送你那么多补品。对于误解我的人，我向来都是用实际行动证明的。是不是跟我结婚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是谁了？你不是楚离川吗？帝都楚氏集团，你不知道？干什么的？你家那片拆迁的开发商，就是楚氏集团旗下的。哦，都姓楚，你家亲戚？对，远房亲戚，我已经找他们帮忙了。你家拆迁的时候，到时候多分你们家2套房。啊，不用的。我们现在是夫妻。我只是不想让他们觉得你麻烦，看不起你。抱一下，睡吧。当年是不是很害怕？什么？没什么，睡吧。起来啦，早饭快好了。妈，辛苦了。这话说的，我去看。嫂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娘，黎川有这么厉害的亲戚，你怎么不早点说啊？咱们家现在可是多分了2套大房子呢。那是他的亲戚。瞧你这话说的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你看，我肚子里还怀着你池家的孩子呢。你说这2套房子是不是得写上我的名字啊？妈签个字就行了。嫂子，2套房子都写你的名字，不合适吧？你一个外嫁女，管那么多干嘛？我和你哥给你们买了一辆近20万的车，已经够意思了吧？那是黎川帮忙分的房子，得问他的意见。如果不是我愿意嫁给池安那个瘸子，你们家香火早断了。要套房子怎么了？没事，妈，签吧。还是黎川人好，以后可得多帮衬嫂子啊。就算写，也只能1套写你的名字，另1套必须是宁宁的。这怎么签字？行吧，
一套就一套。黎川，你帮嫂子这么大忙，嫂子中午请你吃饭吧。不用，你可以走了。走就走。跟我来。你怎么就同意了？你不是说过和没必要的人不用浪费时间做无谓之争吗？给他们一套，我也是不想他们以后再来打扰你。如果他们拿的是我的东西，我不会说什么。可那套房子是……我们现在是夫妻，你的我的，有何不同？可是我们就要离婚了呀。不是还没离吗？你为什么总是要纠结我们要离婚的事情，非要和我分这么清吗？黎川，谢谢你，你对我真好。哪里好？哪里都很好，大度又善解人意，善良还很正义，而且还很帅。我也只有在你的眼里才会这么好。怎么会？你明明就很好，是他们不了解你。给他们一套，我还有一套大平层，房产证上写的是你的名字，不过还没布置好，先不给你看。大平层？给我？你哪来的房子？放心，正规渠道。到底哪来的？5年前执行任务受伤，单位给我的嘉奖。原来是这样，不过你的房子我还是不要。还没给到你手上，还不是你的，不用有负担。你以后也不用给我的，我已经亏欠你太多了，我把你变成二婚已经很对不起你了。要是觉得对不起我，那就以身相许吧。好了，我要去上班了。对了，我这几天离开云城有事，过几天回来。好。宁姐，张总在外养小三，被他老婆发现了，直接打进了医院里边，还有人举报他贪污受贿，上面已经来查账了。那以后咱们都能安心工作了。那我先去忙了。陈宁，你们尽早离婚，我可以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。要不然你去哪儿上班，我就去哪儿闹，我看谁还敢用你。你试试，你家这么有钱，应该很怕死吧？我什么都没有，拉着你一起死，是我赚的。你确定？你敢打我？你信不信我让你在云城混不下去？一鸣，你不是来求和的吗？安宁，我们一起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不好吗？欣欣不是你的女儿，别再来纠缠我。你忘了我老公很能打吗？陈宁，你等着瞧吧，我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哼！你不走，我本来就是来找你的。中午就吃这个？不吃的话就饿着，或者离开。没想到这么好吃，明天我还来蹭饭。你以后还是别来了。别啊，我们现在也算是朋友了吧？我可不想和沈一鸣的朋友做朋友。你的性格跟我哥一样轴，他也有孩子，但怎么都不肯娶孩子的母亲。不过明天他们一家3口准备出去旅游来着，我觉得有戏。你看，他就是我哥。
关机了。怎么突然关机了？大小姐，我对别人的家事不感兴趣。我不叫大小姐，正式认识一下，我叫楚曼可。哎，恩宁，我觉得你的工作特别有意思，我也想试试。我心脏不好，家里人都不让我工作，我从来都没有体验过。求求你了，那你试试吧。恩宁，你人真好。不过，你为什么那么恨沈一鸣？大学的时候，他举报我，害得我被学校开除。我哥的女朋友因此跟他分手，他毁了我跟我哥2个人的人生。我不该恨他吗？那你的孩子真不是他的。那是谁的？大小姐，不要再提沈一鸣了，不然我就请你离开了。爹爹，我忽然不想玩了。洋洋不想去，那就不去。洋洋，你不是一直说想跟 Daddy 去最大的迪士尼乐园玩吗？好啦好啦，都听妈咪的。一川，我们走吧。我都离开一整天了，怎么连个电话都没有？过0点就是你生日了，今年我们还是要一起过。这么粘人的老公啊，赶紧接吧。在哪儿？哎，在家，刚吃完饭。和谁一起？和妍。你怎么都不问我什么时间回去？你明天不回来吗？不是说好明天一起去民政局离婚吗？不是说好明天一起去民政局离婚吗？没时间。哼，怎么就挂了？你脑子进水了？你老公都没提离婚，你巴巴的提什么呀你？其实我们俩也没有感情的，我也不想耽误他。而且明天去民政局是一开始就说好的，总不能言而无信吧？没感情，问你在哪儿，和谁在一起，这摆明的是在意你在查岗。是这样吗？生日快乐！你居然知道今天是我生日？结婚证上有你的身份信息。谢谢你，还记得我的生日。生日礼物都准备好了，居然在这种时间提离婚的事，真是煞风景。我都换工作地点了，你还跟着？我在云城只认识你和沈一鸣，但你说提他就不理我，那我找他玩，你岂不是要和我恩断义绝？我选择跟着你，而且你的新工作我也想试试。行，只要你不嫌累就行。大小姐，走吧。这一忙都到下午2点了，终于可以吃饭了。你就吃这个，一点营养都没有。倒掉，吃我的大餐。我就吃这个，你点的你自己吃。吃你，你别不识好歹。我点这么多，本来就你那份儿。心意我领了，你就当我吃过了。我喜欢吃米线。请问谁是陈妮女士？我是。哦。谁送的？
谁送的？哦，你老公给你点的。黎川，你给我订餐了，还送我这么漂亮的花，我好喜欢。你不是喜欢吃米线吗？我老公给我点的，我当然喜欢。喂，好吃吗？好吃。以后不许吃垃圾食物啊，要吃有营养的食品。今天怎么知道我吃什么了？你回云城了是吗？你在哪？你在哪？刚回来。冉姗，我一会儿还有事，你下午好好工作，我们晚上见。你老公在哪？指给我看看。回去工作啦。回去工作啦。下次把你老公带出来让我看看吧。想的挺美，大小姐，要不你换个地方玩吧？我们在做浮雕，到处都是石膏粉，又脏又呛。我保证不捣乱。信你，毕竟大小姐上次在新月民宿画的还不错。那是。宝贝，在你生日的这个特殊的日子，我诚心诚意向你求婚，嫁给我吧，陈宁。我说过很多次了，我已婚。你那算什么老公？连个婚戒都买不起。安宁，当年的事情真不是我举报的。我没跟他说你在这里。那件事确实是我说的。安宁，我们发生过关系，还有孩子，你就嫁给我吧。6年前的那一晚，你是喝多了，但我趁你一时不清逃走了。我们根本就没有发生关系，孩子不是你的。不可能，就是你。现在误会已经解除了，你为什么还不肯原谅我？我不可能原谅你。如果不是你，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。5年前是你用若言威胁我去宿舍的，你在我喝的酒里加了什么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别再狡辩了，那天晚上的人就是你，是你，你今天必须嫁给我，不然我就会让你失去一切，包括你现在的工作，还有你老公，我会找人废掉他，我让他死。沈一鸣，你敢动我老公试试？沈一鸣，爱一个人是成全，不是占有和伤害。怪不得您不喜欢你。曼可，你可是我的朋友，却现在这么护着他。我最见不得男人欺负女人了，别再来找安宁。若他丢了工作，我跟你没完。哼。安宁，没事，就是有点累。你今天生日怎么不早说啊？下午别工作了，我给你过生日。我哥也在云城，我带你找他玩，有我哥罩着你，以后没人敢欺负你。林芳，大小姐，林芳今天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李川，你介绍给我的那个西餐厅画画的女孩是谁啊？能劳您大驾亲自介绍。哎，你们什么关系啊？你不用管，保证她不受欺负就行。
总，安宁，你认识顾燕？我工作的西餐厅老板就是顾总，这么有缘。顾燕，这是我的好姐妹池恩宁，既然在你这里工作，你可要帮我罩着她。曼可妹妹都开口了，我肯定得照做。难道顾总就是曼可说的有了孩子还不愿意娶为他生孩子女人的哥哥？听曼可说，今天是池小姐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。顾总客气了。曼可是我妹妹，从今以后池小姐也是我妹妹。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恩宁，我记得你有一个闺蜜，把她叫来一起啊。好啊，刚好她也说了下班过来找我，那就一起。今晚我们不醉不归。好。boss， 要不要我把少夫人叫出来，送她回家？感谢顾总照顾。再干一杯，让她放松一下吧。干杯！给沈一鸣一些教训，不许他再出现少夫人面还前。有这种事儿呢？真是好酒确实味量。道不错。我就说我酒量比你好吧，今晚还得是我照顾你。妍妍真厉害。老公，我回来了。我今天喝酒了，你不会生气吧？只要你开心，我就不会生气。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记得回家深吻啊，我就不当电灯泡了。这样子，好，回家亲，不许不亲，听见没有？只要你不害羞躲开，我才不会害羞呢。老公，你是我老公，我是你老婆，害什么羞啊？又不是没亲过。不许反悔。谁反悔，谁是小狗。还羞羞，妈妈还要叔叔抱呢。小心点。妈妈，叔叔买了蛋糕，你快点插蜡烛许愿吧。欣欣还没睡，会儿就睡。希望就这样和楚离川在一起一辈子。生日快乐！许的什么愿望？说出来就不灵了。老公，妈，吃蛋糕。宁宁啊，你嫂子说找我有事儿，今天晚上我带欣欣回你哥家住啊。外婆，欣欣想和妈妈、叔叔一起。不，你不想，快走。吃一口。老公味的蛋糕，真甜。有多甜？要多甜有多甜。我尝尝。我有一点
不行，睡吧，我不会再对你做什么的。对不起。你不要跟我道歉，是我太心急了。对了，我给你买了个礼物。你睁开眼，只是聊天，今天好漂亮，送我的。有个小财迷跟我说，蓝色属水，能给他招财，喜欢吗？喜欢，特别喜欢。这么漂亮的项链，要多少钱啊？不会是真钻吧？假的，300-400买的。啊！我要发朋友圈。老公，我爱你。怎么这么可爱啊？喜欢吗？喜欢。那我们能不能不离婚？不能。安宁，有些事情我没办法向你解释，但我逗你的。我们说好要离婚的，谁也不能食言。什么时候去民政局啊？明天周末，下周一吧。我困了，睡觉了。对不起，有洋洋在，我这辈子都不能和安然彻底划清界限，这对你不公平，而我也不能组建家庭，辜负他和洋洋。李川，放开我！怎么不是老公呢？我昨天那是喝多了，脑子一热就……清醒了就不管我了，叫我名字。乖，叫老公。老公。老婆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来一个沉吻？啊？好了。那对了，不如我教你开车吧。你教我？怎么了？不愿意啊？没有，我就是听别人说自家老公教车最后都会挨骂，你不会骂我吧？不会。李川，怎么办啊？我好紧张啊！有我在，不用怕。先启动车子。慢慢踩，一点点打方向盘。小心，那有个小石头，慢慢绕过去。往左打方向盘。
但我打了单车不动。王总，王总，快踩刹车！踩了没有用啊！你手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只是右手好像骨折了。我马上送你去医院。没想到受了伤，还有这样的待遇啊！生病了能是什么好事吗？还好只是轻微骨折。老婆，你看我现在伤成这个样子，周一去离婚的话，工作人员会不会以为你家暴？可能会吧。那离婚的事儿，就等我伤好了再说吧。好吧。都怪我，不会开车还要开，害你受伤。我是男人，你是我老婆，我要是连自己老婆都保护不好，还算什么男人？这件事情你不用自责，这事不怪你，是车的问题。新车怎么可能会有问题啊？那辆车不是新车，是一辆翻新的二手车，在翻新之前应该是一辆报废车，只不过是因为换了车棚，看起来像新车。我哥不可能做这种事，应该是合约以次充好。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要是车子在路上出了问题，伤的就是人命。是，不过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。你怎么处理啊？放心，我一定不会再让你受委屈。他可是害得我差点失去老婆。你不会干违法的事情吧？当然不会啊，我可是好公民啊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没病，你们这是囚禁！不是，我们这也是为了你好，在这里你可以好好的安胎坐月子。我不行，我要回家。会有人按时给你送饭的。有人吗？来人啊！放我出去！虽然甲板已经拆了，但还是要注意，手部不能用力，不能掰折。可是老婆，我想洗澡，手不方便怎么办？不如你帮我洗了。这不太好吧？我是你老公，有什么不好的？我现在不方便，你都不帮我了。好吧。来，先脱衣服吧。老婆，帮我做什么？我只是想说，让你帮我冲掉泡沫，你想什么呢？
老婆，别生气了。你昨天晚上也太过分了。都是我的错，别不理我。老婆，你说我们上辈子是不是见过？为什么这么说？我总觉得你身上的味道很熟悉，说不出来的熟悉。天天待在一起，觉得熟悉也很正常。回去吧。你手机在响，关了就是。爹地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洋洋想你了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洋洋想你了，爹地，爹地，你说话呀，爹地。洋洋，爹爹现在有事，等会和你说。安宁，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和你谈判。我有个儿子。认识这么久，从来没听你提起过。你嫌弃我了？怎么会？我也是孩子的母亲，但是我不想做别人感情里的入侵者。我没有告诉你，不是要刻意隐瞒的。我理解，我们是契约婚姻。孩子几岁了？4岁，和欣欣一样大，叫洋洋。离异吗？和你一样。那你们将来会结婚吗？不会，但是也不会和其他人结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先出去吧，我想静静。画，一天就知道画，你就不能和爹地多说几句话吗？爹地要工作。洋洋，别的小朋友都有爹地陪伴，你不想爹地一直陪着你吗？我自己玩也很开心，为什么非要爹地陪着我？他是你爹地，他就应该无时无刻陪在你身边。那是你想爹地陪着你，你只喜欢爹地，根本不喜欢我。我讨厌妈咪。安然姐，你怎么了？曼可，你知道黎川在哪里吗？我哥的行踪我哪知道？可是，曼可，这款项链是不是黎川前几天拍下的那条项链吗？我朋友发的朋友圈，她老公送的。这看着像前几天拍卖会那条情人之吻呢。我也以为是呢，但我问了他，是条仿品。安然姐，没什么事，我先走啦。哥，帮我查一下黎川现在在哪里，干什么？云城石恩宁，居然是他！难道黎川发现了什么？不行，我要去云城。你好，哪位？我是安然，还记得我吗？安然学姐，我在云城，方便的话我们见一面。我在云亭阁等你。不好意思啊，学姐，我还有事。妍妍，陪我去个地方吧。
这安然学姐也就大学聚会见过一面，又没有什么交集，她为什么要见你啊？不知道，没事，不管她找你做什么，我都会帮你。来了，不好意思，安然学姐，你给我发消息的时候，正好跟若言一起。没关系，恩宁，坐。恩宁，如果你当初没有被学校开除，现在应该已经是一名画家了。咱们学习能力这么强，不管做什么都会成功的。恩宁，听说你结婚了？我也结婚了，有个儿子。给我看看照片吧，是什么样的大帅哥娶到了我们的校花？不好意思，手机里没照片。安然学姐老公应该很有钱吧？好大的钻戒呀！没什么，就是个普通商人，不过他特别爱我。给你们看看我老公吧，长得特别帅。抱歉啊，经理。好，我现在马上回去。不好意思，安然学姐，工作上突然有点急事，咱们下次再约。多谢安然学姐招待。池恩宁，你以为这样我就会放过你吗？派人跟着池恩宁。boss， 房子的布置安排工人去就好，你何必这么晚去亲自布置啊？该不会是和少夫人吵架了吧？我闭嘴。什么事儿？李川，我在云城，你在哪？你怎么知道我在云城？我哥哥告诉我的。洋洋和我一起来的。洋洋他有点不舒服，你能过来看看他吗？去云城酒店，安然可能已经知道恩宁了，你派人保护他。是。再帮我订个房间，绝不能让安然打扰恩宁和欣欣的生活。洋洋呢？你用洋洋骗我？黎川，你应该也很想要吧？别碰我！为什么在一起5年你从来都不碰我？我就那么令你讨厌吗？你当初抱着洋洋来楚家的时候，我就说过，你想留在楚家可以，但你一辈子只能是洋洋的母亲。你要是再做出让我厌恶的事情，就给我从楚家滚出去！黎川，你不能对我这么狠心，洋洋离不开我。黎川，我要走好不好？明天一早洋洋就到云城，你可以让他一到云城就看到 Daddy 吗？等洋洋明天到了，我再过来。丁姐，现在叫醒洋洋，带他来云城，现在立刻马上！安小姐，现在是凌晨1点，楚一阳正睡呢。我让你叫你就叫，哪那么多废话？是不是想被开除？黎川，你是我的，谁都不能把你从我身边抢走。洋洋别怕，爹爹马上来。你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吧？否则……知道了，安小姐。黎川，你终于来了。洋洋发脾气不让我们进去，所以只好叫你来了。洋洋，睡觉吧，有爹地在，不用怕。爹地，明天中午可以陪我吃饭吗？当然可以啊。好呀，好呀。睡觉吧。来，多吃点。谢谢爹地。你下午有没有时间？我们去民政局办离婚证。
洋洋，爹爹有事要出去一趟，很快就回来。去吧，爹爹。看一眼消息就要出去，难道是真有？小少爷，你对花粉过敏，不可以玩哦。丁姐，你是不是让楚一阳接触过敏源了？我照顾得很仔细，我绝对没有让小少爷接触过敏源的。林芳，去医院。医生，还好不是很严重，开些药，留院观察几个小时就可以回去了。谢医生。boss， 您和邵夫人约好了下午去民政局。抱歉，洋洋病了，只能下次再去。严重吗？不严重。好好照顾孩子，我们的事不着急。那妈妈以后带你去更多好玩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好。李成，想去哪儿？我想去那边洋洋，玩。慢点，等等妈咪。原来给黎川生孩子的是安然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妈妈没事，我们快去儿童乐园吧。小弟弟，你也想玩吗？我不是小弟弟，我已经5岁了。我也5岁了。你生日是几号？10月10号。好巧，我也是10月10号。小弟弟，我叫池欣欣，你叫什么？我叫楚一阳，就算我们同一天生日，我也是哥哥。好吧，哥哥，那我们以后就做好朋友了。不行，我妈咪不让我随便交朋友。为什么？妈咪说穷人家的孩子没素质，接近我的目的不纯，只让我和身份匹配的贵族小孩交朋友。贵族是什么？听起来好厉害。你家里没钱吗？没有。好可怜，喜欢什么都不能买。不会啊，我很幸福，我妈妈很爱我，每天抱着我亲亲，叫我小公主，陪我玩游戏画画，还给我讲睡前故事。好羡慕啊，我妈咪只爱爹爹，每天都让我给爹爹打电话，只有爹爹在家的时候他才会陪我，所以我讨厌妈咪，妈咪太酷，很难哄。哥哥，你明天有时间吗？我带你去我家，我妈妈非常好，就是做饭有点不好吃。有时间啊，明天我就去找你，我们交换电话吧。好。洋洋，洋洋，你为什么又一个人到处乱跑？洋洋，你以后想去哪儿，要跟爹地说，不然的话，爹地会担心的。洋洋错了，是妈咪不让我去淘气堡玩，我才偷偷进去看一眼。以后爹地陪你玩。太好了。刚认识个小妹妹，她居然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，我们约好了明天去她家玩。洋洋，明天爹地有事，让爹阿姨和保镖陪你一起去。好吧，爹爹我困了，我们回去睡觉吧。好，走吧。boss，
金表找到了。叔叔，欣欣，妈妈有事跟叔叔说，你先回房间。嗯。金表在哪找到的？在何月房间。我朋友查到，当年你救了我之后，他是因为不想花你家的钱救我，准备去医院闹事的时候捡到的。你去翻我哥哥家了？那岂不是小偷？那边拆迁需要搬家工人，我就拜托搬家工人留意了一下，绝对没有滥发。既然金表找到了，那明天就去民政局吧。明天我要回帝都，换个手续花不了多少时间。我很忙。为了他，我们也应该离婚。谁？如果你一开始就告诉我，接近我是为了找金表，你有老婆有孩子，我不会跟你结婚的。谁有老婆了？有孩子就必须有老婆吗？那你也有孩子，你是别人的老婆吗？你才是我的老婆。那你爱他吗？不爱。如果不爱，就应该降低对他的伤害，趁早做出选择。你养我？你看起来也不需要我养吧？我记得你说过，只要是你爱的人，没钱、没车、没房，没关系，你愿意养他。那你好养吗？吃饱穿暖就够了。行，如果你愿意抛弃现在所有的一切，重新开始，那我养你也不是不行。那说好了，你养我。起这么早要去哪儿？你醒啦？欣欣说今天有朋友要来家里玩，我就带他出去买点吃的玩的，就不做饭了。好。不过今天我有点事，等会要出去一趟。我给你留了早饭，吃了再走。谢谢老婆。我带欣欣先走了。洋洋，你还睡？你爸爸都被外面的狐狸精勾走了。什么狐狸精？妈咪，你不要打扰我睡觉。记住这张脸，他想勾引你 daddy， 抢走你 daddy， 让你变成没有 daddy 的小孩。知道了，妈咪。妈咪，丁阿姨呢？你找她干什么？我今天要出去和朋友玩。你 daddy 昨天都没有回来，你还有心情出去？不许去！妈咪，痛！我和朋友约好了。又不听话是吧？那你今天就别想出去，也别想吃饭。你要是敢告诉 daddy， 我就不要你，让你变成没有妈咪要的小孩。欣欣，你朋友叫什么名字啊？哥哥叫……妈妈，这就是我说的哥哥，他叫楚一阳。洋洋，你怎么自己在这儿啊？你爸爸呢？我认识你，你是要抢走爹爹的坏女人，我想和你谈谈。跟阿姨去家里谈吧。哥哥，你不能骂我妈妈坏女人，不然我不跟你玩。我那是脑子短路了，我才不喜欢骂人。洋洋在我这里，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你来啦，叔叔，你回来了！没想到欣欣认识的哥哥居然是叔叔的小孩。洋洋只是想跟我谈谈，他没有恶意。就算你帮我说话，和我玩游戏，给我讲故事，我也不会原谅你。阿姨不求洋洋的原谅，是阿姨的错，阿姨给你道歉。哼，谁要你的道歉？洋洋，爹爹不是告诉过你吗？不可以一个人独自出门。好了，洋洋是男孩子，不要当众说他，照顾一下他的颜面。
时间不早了，孩子们该睡了。洋洋，走，我们回去了。我不想回去。洋洋，我想住在这里。我跟欣欣一起睡，你们睡我房间吧。爹爹，现在喜欢欣欣，不喜欢洋洋了是吗？谁说爹爹不喜欢洋洋了？是不是你妈咪说的？洋洋，你是男子汉，要懂得明辨是非，不要轻易被鼓动。我知道妈咪说的不全对，阿姨没有妈咪说的那么坏，很谦和，对我也很温柔。爹爹，你会和阿姨离婚吗？阿姨跟你说什么了？阿姨说是她利用救命之恩要挟爹地结婚，不让洋洋怪爹地，还说你们就要离婚了。洋洋，阿姨没有抢走爹地，是爹地没有告诉阿姨关于你的事情，是爹地的错，欺骗了阿姨。阿姨还说什么了？阿姨说你们看似是夫妻，其实不是夫妻。爹爹，我怎么感觉你很喜欢阿姨？你会对阿姨笑，说话也温柔，还很听阿姨的话。爹地没有听阿姨的话，快点睡觉。就有，以前你会训斥我为什么又乱跑，但阿姨不让你说话，你就不说话了。你对妈咪就不这样。爹地，如果你喜欢上阿姨，你还会和阿姨离婚吗？快点睡觉。你怎么这么晚还没有睡啊？站这儿干什么？我就想问问你，还有吃的吗？有些饿了。味道还可以，要是面能再劲道点就更好了。我看你经常用手按压胃部，应该有胃病，吃软烂些的食物养胃。我们一定要离婚吗？怎么能不离婚？我们说好的，必须离婚。你快吃吧，吃完了回房间睡觉。估计一会儿回去就没位置睡了。怎么了？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妈咪，洋洋知道错了，不要罚洋洋。妈咪很爱洋洋，不会罚洋洋的哈。睡吧。妈咪不要走，不要走。妈咪不走，妈咪陪洋洋一起睡。你怎么在我房间？因为昨天晚上有个小朋友睡觉的时候一直在喊妈咪不要走，不要走。不是我没有。好啦，阿姨不逗你了。你今年才5岁，想让妈咪哄你睡觉没什么丢人的。我妈咪才不会，她说我是男孩子就要自己睡，从小到大只有佣人陪我。妈妈，那欣欣也要抱。来。阿姨，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我爹地会做饭。
闭嘴，快点吃饭。我都吃过好几次了，叔叔做的饭可好吃了。闭嘴，快点吃饭。洋洋晚上睡觉不踏实，应该是缺少关爱，有空多关注关注洋洋。这个我知道。给你们叫的晚安车来了，快去吧。洋洋，跟阿姨和欣欣说再见。拜拜，欣欣，跟叔叔说再见。拜拜。洋洋，妈咪平时对你怎么样？她有没有责罚过你啊？妈咪对我很好。洋洋，爹地昨天不是让丁姐和保镖跟着你吗？你怎么会一个人跑出来？是，你要是敢告诉 Daddy， 我就不要你，让你变成没有妈咪要的小孩。是我自己偷跑出来的，不想他们跟着。洋洋，你记得，如果以后妈咪对你做出任何过分的事情，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爹地。知道了，爹地。你为什么又到处乱跑？你但凡对洋洋善点心，他会自己一个人偷偷溜出去吗？丁姐，带洋洋去休息。是。黎川，这怎么能怪我？我有锁门，是洋洋自己从窗户爬出去的。你为什么要把洋洋锁在房间？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就是这么照顾洋洋的吗？黎川，不要生气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洋洋的。照顾好？你别以为洋洋上次过敏发作的事情我不知道，你是故意的。丁姐亲眼看到你去碰了花。黎川，不是我，你宁愿相信丁姐，也不相信我吗？一个用尽手段尚未又恶毒的女人，有什么资格让我相信？你派人去跟踪池恩宁的事，我还没跟你算。你要是再敢打扰她的生活，我就让你尝试一下我的手段。黎川，你为了他威胁我，我可是洋洋的妈咪，你为了一个外人。对洋洋做的事情我会调查清楚，在此之前，你不准再靠近洋洋一步。蛇宁，爹爹，阿姨和欣欣也需要你，你今晚陪他们吧。洋洋这么大方，我可是男子汉。洋洋，这是喜欢池阿姨吧？不想看到爹地和池阿姨离婚？我也就一点点喜欢。爹地既然不喜欢妈咪，那就不强迫爹地喜欢。我自己也不喜欢被强迫的感觉。好，爹地知道了。你怎么来了？过来陪欣欣。叔叔啊，那叔叔，你晚上要陪我做坦克模型。遵命，我的小公主。你不是来陪欣欣吗？怎么爬我的床？晚上陪她玩了，睡觉当然要陪你啊。哎娘，你就一点都不好奇洋洋是怎么来的吗？你不是说跟欣欣一样吗？6年前的4月29号，安然的哥哥约我去素色堂合作，可我没想到，这么多年的朋友，竟然会联合他妹妹给我下药。当我察觉到不对的时候，我的意识已经不清了。我迷迷糊糊地冲出包厢，后来怎么了？我记得我冲出包厢之后，遇到了一个女人，事后我给她留了信物和联系方式，让她来找我，我还承诺会对她负责。可没想到，极力想摆脱的算计，最后那个女人还是安然。
同一个时间，同一个地点，难道楚离川就是？我们应该回到各自的原点。洋洋不能没有妈妈，今晚就当做你在这睡的最后一晚。明天我们去民政局离婚。明天先带你去白马寺，据说那里求符很灵验。你还信这个？求个好兆头。离川，楚离川，没弄伤你吧？你这是干什么？谋杀亲夫啊？你别误会，我没有。那是什么？我们是头婚，是彼此的原配。古人用结发夫妻来比喻原配，我就是想留一留你的头发做纪念。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啊，这事儿应该支持你。现在，你是不是也应该剪一缕你的头发，将我们的发丝捆在一起了？走吧。刚刚求符的时候许了什么愿？许愿能中大奖，人生瞬间逆袭。那如果你中了大奖的话，你想干什么？如果我真的有那么多钱，那我就每天吃吃喝喝享受生活，再开个小店当老板。那我们现在去买彩票吧。我就是想想，你以为大奖那么好中？虽然大奖不好中，不过我想用我的生日，还有你和欣欣的生日买一组彩票。这么好的数字组合，我有预感，一定能中奖。好好做梦。喂，申宁，如果你不想让我找上你的家人，现在马上来云庭阁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工作上遇到点事，彩票你帮我买吧，下午我会去的。这期彩票的开奖号码换成我给你发的数字。坐。有话直说，你拿我家人威胁什么意思？你破坏我的幸福，抢走了原本属于我的一切，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说话这么硬气？真正属于你的，谁也抢不走。你个小三也配和我这样说话？从法律层面上来讲，你才是小三。我和他同住4年，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是夫妻，有孩子。
你才是介入我们感情的第三者。天哪，这个女人看起来光鲜亮丽的，居然是个小三啊！这人人品也太差了，居然破坏别人的家庭，真不要脸！没想到有这种人。就是，我发到网上挂，快拍下来！我没有，把他的脸拍下来，快把他拍下来！快，给我拍下来，我也拍下来，快拍！我没有破坏你们的感情，黎川跟你根本就没有感情，你们只是有个孩子。他不爱我，会给我买这么大的钻戒和全球限量一个的包包吗？哼，小三儿就是小三儿，找什么借口？贱货一个，我不是。他连真实身份都没有告诉你吧？还和你签了婚前财产协议。你觉得他爱你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他是楚氏集团的总裁，身价1000亿，他一直提防你，怕你分走他的财产。你说什么？等他玩够了，就会把你一脚踹开。识趣的话，现在赶紧离开他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小三就该打，贱货一个！打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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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不是打他！打他！就该打！打他！打他！打他！在干什么？打他！打他！打他！在干什么？我不是。这些人是你教的？立川，不是我，他们跟我没关系。你说。我说，是这个女人，她给我们钱，让我们骂这位女士的。你们胡说！我什么时候给你们钱了？你给钱的时候，我们可是录了像的。都给我滚！走，快！是我又怎么样？立川，你难道因为这个贱人就要把我赶出楚家吗？我可是洋洋的亲生母亲。我上次警告过你，既然不听，那就滚出楚家。你把我赶走，洋洋就没有妈妈了。你想让她成为孤儿吗？她有你这样的亲生母亲才是不幸。把她带下去。你们干什么？立川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你不怕人家报复你吗？安静！你以为我放在眼里吗？站走！立川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可是洋洋的妈妈。你没事吧？你看我像个傻子一样被你蒙骗，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？楚氏集团总裁楚立川，你知道了，我不是故意想要隐瞒。怕我贪图你的身份，贪图你的钱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我理解。可我们在一起这么久，我以为你会像我信任你一样信任我。我信任你，我准备和你说的，只是还没来得及，你就……我也是怕你像现在这样生气。可你知道我从别人那里得知你的身份是什么滋味吗？就像个天大的笑话一样，把我最后一点点尊严也扔在地上，狠狠碾碎。不是这样，别碰我，我们结束了。boss， 现在怎么办？少夫人看起来很生气啊。跟着他，他现在心情不好，很容易出事。是，算了，我自己跟吧。你别喝了。若言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就像个傻子，被他蒙在鼓里骗了那么久。我好不容易鼓足勇气，想以正宫的姿态站在安然面前，结果我发现他比我还要了解我老公，我就像个笑话一样。这种男人再有钱我们都不要，家里一个外面一个是什么意思吗？
可是爷爷，我怀疑楚离川就是欣欣的亲生父亲。什么情况？我来见安然以前，已经把他的头发和欣欣的拿去做亲子鉴定了。不过我现在还不能让他知道欣欣是他女儿，不然他肯定会跟我抢。他是楚氏集团总裁，我抢不过他。池恩宁居然是我哥在外面的女人，欣欣居然是池恩宁跟我哥的孩子。哥，你这样子对得起洋洋和安然姐吗？我知道你不喜欢安然姐，你在外面有其他女人就算了，是我朋友也算了，那你怎么能在外面有其他孩子？还5岁了，那时候安然姐才刚到楚家。你个3心2意的渣男！什么孩子？我听恩宁说你是欣欣的亲生父亲，还说拿去亲子鉴定了。不是吧？你居然不知道欣欣是你的孩子？哎哥，你不能进去。他现在不想见你，他都不想跟你说欣欣是你的孩子。你不会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吧？这件事情是我的错，我不进去，你进去陪他，把铃放带上。是。恩宁，我来啦。曼可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我跟你说，她老公就是一个大骗子，你快来跟我们一起骂他。那个，恩宁的老公其实是我哥。什么？你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吧？是真的，恩宁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生我哥的气，但我发誓，我哥在家对安然姐从来都没有好脸色，除了生下洋洋破了身，一直都很洁身自好的。你都叫安然姐姐了，不排斥恩啊？强扭的瓜不甜，更何况我最喜欢恩宁了，当然是站在恩宁这边。好龟龟。你们俩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恩宁，让他一个人待会儿吧。快送恩宁回家。少夫人您好，我是楚总的助理林放，现在送您回家。不用。求您了，少夫人，如果不把您送回去 ，boss 会杀了我的，拜托拜托。姐，少夫人 ，boss 其实已经打算告诉您他的真实身份。少夫人，他亲自挑选房子，亲自布置，打算布置完送给您就坦白的。我看未必，他只会糊弄过去。少夫人 ，boss 并非有意隐瞒，这金表里的文件各方觊觎着。6年前 ，boss 也是因此中枪，险些丧命。还好你救了他。boss 不告诉您接近您是为了文件，也是怕传出去，给您全家带来灭顶之灾。我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怪他。boss 这人吧，不太喜欢别人知道他的身份。我们在部队一起6年，也是退伍那天才知道他的家世。他这样的身份，更喜欢结识不是因为他家世和身份而在一起的人。他情绪还好吗？少夫人看起来没有下午那么生气了。亲子鉴定，去加急。是。
调查结果出来了，难怪 BOSS 以前对欣欣小姐亲近的很，原来是有血缘啊！如果欣欣是我的亲生女儿，那洋洋呢？他们同一天生日，也太巧了吧 ！BOSS， 你当年不会是睡了2个吧？哦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只有一个女人。去查，安然和洋洋的亲子鉴定重做，还有少夫人和洋洋也要做。之前查不到，肯定是安然的哥哥在暗中操作。你去把这件事情告诉安老爷子，他知道怎么做。是。BOSS， 查到了，当年是安然举报的少夫人，这个安然还和沈一鸣发生了关系，生下了个孩子，只是这个孩子被安然弄死了。BOSS， 我觉得安然小姐的下辈子应该在监狱里面度过。按照你说的做，这次表现不错，工资翻倍。谢谢 BOSS。BOSS， 少夫人吃软不吃硬，记得卖惨啊。安宁，你开门，我们商量一下去民政局的事。你想让邻居投诉我，你就直说。那我们进去谈。说吧。我已经知道，欣欣是我们的孩子，而洋洋，他也是我们的孩子。什么？当年你生下的是双胎，安然收买了医生，抱走了洋洋。5年前，医生告诉我生的男孩死了，没想到居然是洋洋。5年前，果然是你。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走，也怪我太鲁莽，害你有了阴影。当然是你的错。你知不知道我当时有多害怕？你知不知道我当时……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安然对洋洋是不是很不好？我一定会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当年也是安然举报了你，是他误导了沈一鸣，和你发生了关系，还拿走了我留下的信物和联系方式，不然我早就跟你结婚了。别忘了，你今天是来商量离婚的。老婆，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已经清楚了，我们还要离婚吗？我真的不是故意隐瞒身世的，以后我的每一处公司、房产、资产，任何一项财产，我都会先告诉你的。当年真的是因为金表事关重大。你助理已经替你卖过惨了，这招没用了。那你原谅我了吗？还想离婚吗？看你表现。只要不离婚，怎么都行。我说的是，看你表现，原不原谅你。没听见。老婆，我爱你。别动手动脚。好，不动手动脚，动嘴。不可以。老婆放心，只亲不做，亲的老婆不害怕了才做。
怎么醒这么早？想多看看你。不许看。钻戒，哪儿来的？当然是你老公买的。肯定花不少钱吧？放心，这些对于你老公来说就是洒洒水。不过现在呢，我老婆也能买得起。你在西餐厅的设计已经出圈了，现在想找你合作的人啊，都得排队。不会是你暗箱操作吧？怎么可能啊？如果是的话，就让我和你离婚。妈妈，我和哥哥可以进来吗？你告诉他们了。林旺说的。进来吧。妈妈，太好了，叔叔是我的爸爸，我以后不仅有爸爸，还有哥哥。妈咪，来，妈咪抱。慢点儿，来。以后我们一家人啊，就永远在一起。星星还有爸爸妈妈还有哥哥永远在一起。我想让爸爸妈妈带我和妹妹去淘气堡玩。好，下午我们一家人一起去。好耶！我要冰淇淋，我要棉花糖。没问题。